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职场，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搞死竞争对手？答案是造谣，成本低，散布广，自动发酵，无限制伤害，用好了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快下班时，人事主管将一张退工单摔在我面前。陈杰，你被退回劳务公司了。我一脸疑惑，拿起单子仔细看了起来。退工理由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因员工陈杰严重违反公司工作纪律，性质恶劣，特退回用人单位某某劳务公司。我连忙拦住人事主管，陪着笑脸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？之所以这么低三下四，因为我是这家公司的劳务派遣工，按照公司规定，只要干满3年就有资格获得转正的名额，而现在我还差短短2个月，为了这个名额，我苦熬到现在，干得最累最苦的活，但薪酬却只有正式工的80%。虽然总监徐欢嘴上总挂着，不管是正式工还是劳务工，都是咱们的自己弟兄，但待遇却不一样。过年过节没有礼品，连餐区的水果都没有我们的份。现在就业环境不好，各处都在裁员，我能有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，已经算烧高香了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清楚，不要问我。人事主管一脸不屑，我没有做什么呀，我一直都在用心工作呀。我连忙解释，期待他能说清楚，但人事主管并没有继续搭理我，而是径直离开。紧接着，劳务公司也打来了电话，语气十分暴躁：陈杰呀，陈杰，你知道咱们劳务公司跟某某公司签1年的合同有多难吗？你这么一搞，可是要把我们搞死的。反正再过2个月，你的劳动合同也到期了，到时候你另谋高就吧。不等我解释，劳务公司经理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我顿时傻了眼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大脑开始飞速旋转。我突然想起1个月前的晚上，那时我在加班，总监徐欢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要跟我谈心。我受宠若惊地来到他办公室，他主动给我倒了杯水。他对待下属很严厉，尤其对我们这些劳务工更加苛刻。我小心翼翼地问：徐总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徐欢并没有搭话，而是甩给我一根好烟，并给我点上。我说：公司规定不是不让在办公室抽烟吗？咱们在这里抽烟是不是不好？香烟升起的烟雾中，徐欢笑了，说我脑子不开窍，规矩都是人定的。2个人聊了一会家常，他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，我都如实回答，还保证以后会更加努力工作。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那么多劳务工里，就看我最有潜力。不过哥哥，我最近遇到点难事，不知道兄弟愿意帮忙吗？他突然开口，我听到他这么说，想也没想就说道：保证完成任务。徐欢见我这么回答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哈哈大笑起来，说我这个人真实在。他还没有说什么事，我就先开口答应了。我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反应太过了，忙问他什么事。徐欢并没有说，而是掐灭了烟头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马上就要满3年了，到时候有转正名额了，我第一个推荐你。我连忙点头，脑子一热，又对他表了一次决心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晚却让我掉进了陷阱里。几天后，吃午饭时，我听到了一个惊天大瓜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老总的秘书孟瑶跟副总有一腿。隔壁女同事说：哦，展开讲讲。另一个来了兴趣，据说孟瑶是那个副总的情人，
专门派到老总身边监视他的。无间道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感觉老总确实老是提防着副总，大会小会老是反驳他。对呀，这段时间只要是副总提报的项目，老总都不批。难道老总发现了？极有可能，不过也说不准。万一是孟瑶反水了，故意吹枕边风。几个人聊得火热，接下来的话题大有少儿不宜的趋势。我在一旁安静地吃饭，他们看见我不说话，问我有什么看法。我没有说话，不是我清高，而是对这些八卦绯闻压根不感兴趣。我只想早日转正，把我应得的钱拿到手。公司说过，只要劳务工转正后，那3年没有发的20%会一次性打到卡里，也算是一种激励方式。我算过，一共是67000块钱。有了这笔钱，再加上我之前的存款，刚好够房子的首付。回到工位，我开始继续搬砖，但不知道怎么了，脑子里总是冒出孟瑶的身影。她很漂亮，学历也高，既是老总秘书，还兼任着总经办副主任。她每次下各个部门办事，总有一堆人嘘寒问暖，顺便套取点高层内幕。而她待人也极为谦和，彬彬有礼，笑呵呵地跟每个人打招呼。要是不穿职业装，像极了邻家女孩。哎呀，孟主任，你看你来也不打个招呼，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徐欢从办公室迎了出来，热情地打着招呼。我听见声音，也连忙抬头，透过2台电脑屏幕的缝隙看了过去。孟瑶笑眯眯地说：“徐总过奖了，我们总经办本来就是给各个部门服务的，哪好麻烦你们呢？”2个人进了徐欢的办公室，不一会儿，徐欢出来把我叫了过去。这是陈杰，我手里最得力的劳务工，有事你就只管吩咐。徐欢把劳务工3个字说得很重。孟瑶要的东西很简单，就是把公司近10年的项目数据全部汇总在一个表格里。我一听头都大了，这个活听着简单，操作起来极其困难。光他要的几个数据在数据库里就没有，一个个翻旧资料就要1个月，那就辛苦徐总和陈工了。孟瑶看向我，眼睛弯成月牙，而徐欢并没有接话，反而问我多长时间能干完。我给自己留了一个余地，说至少40天。徐总脸色铁青，40天，总经办的任务比天大，我看就20天吧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盘算，20天，别说现在996了，我就是007也干不完啊。可能孟瑶看出了我们表情的微妙变化，开口解围：“这样吧，1个月怎么样？”他说完，眼睛在我和徐欢来回扫视了一遍。还是孟主任体贴基层部门，那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徐欢陪着笑脸立了军令状。徐欢目送孟瑶离开后，立马换了副面孔看向我：“20天后，你把出版交给我啊！”可刚才孟主任说的可是1个月呀。我知道他肯定会在第25天的时候给孟瑶提交上去，表明超额完成任务。徐欢直接急了，大骂起来：“那姓孟的小娘们给你发工资，还是老子给你发工资？”我开始了无休止的加班，好几天晚上我都是睡在行军床上的。现在 AI 办公软件漫天飞，但没有一款是扫描 PDF 格式后自动识别真假并计算出我想要的数据的。而且这些旧资料我越翻越难过，有些数据根本就不全，有些甚至就干脆不写，直接画上一道斜杠了事。而我能做的就是一个个重新计算，然后导入我自己搭建的数据模型里。加班的晚上，就在我头晕眼花即将晕倒的时候，孟瑶却出现了。陈工还没有下班呢，
一个好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以为加班过度产生了幻听。据隔壁公司猝死的同仁说，他在猝死前就看见了美女，紧接着眼前一黑，灵魂就脱离了躯体。我不想猝死，我还有67000块钱没拿到手呢。连忙深呼吸了几口，调整状态。陈工，孟瑶走到我的工位前，又叫了我一声，我嗷的一嗓子跳了起来。孟瑶也吓了一跳，捂着胸口连连后退了几步。是孟主任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……我将见鬼了3个字憋了回去。我问他有什么事吗？孟瑶说，事情有变，我做的那个数据表可以不用做了。他打电话想通知徐欢，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刚好看见我们部门还亮着灯，猜测我肯定在加班，就过来直接通知我了。孟瑶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即将完工的活可以不用干了，我血压飙升，眼前一黑，有了即将要猝死的感觉。不用干了，那我连续好几天007算什么？算潜伏在公司里的詹姆斯·邦德吗？我心想，在职场最忌讳的就是马上完工的活千万不要说不用干了，那样最容易死人。所以即使明知道结果也要憋回去，放底层牛马一条生路。孟瑶还是善良的，有了消息不是想着置之不理，而是第一时间通知下去。孟瑶见我脸色不对，关切地问我还好吗？我握着心口说还行，就是有些不舒服。他反应过来，连忙道歉，说自己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孟瑶竟然主动请我吃夜宵，说是作为补偿。坐在副驾驶，我上下打量着车里的内饰，打趣道，老总秘书不都是开 BBA 吗？你怎么开剁椒鱼头啊？孟瑶没有因为我的不会聊天而生气，反而笑了。你电视剧看多了呀，谁说必须开 BBA 了？你对女秘书这一行有刻板印象哦。在这座连房事都要分2次完成的城市，即使是深夜，马路上依旧是穿梭着为生活奔波的车流。孟瑶开车技术很好，车也占优势，见缝就钻。本来需要等3个红绿灯，他只需要等1个。小巷的一家面馆里，我们要了2碗面条和1碟小菜，面条味道很好。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，我才知道孟瑶是跟我一个学校的，还是同一级。她是学小语种的，报志愿的时候小语种很火，没想到毕业后热度却降了。刚来公司时她也是劳务工，但无意中翻译了一份合同，发现了不合理条款，被副总重用。她说是秘书，其实跟翻译差不多。再加上他英语也不错，老总只要出国都带上他。我重新打量起孟瑶来，突然想起在大学时好像有点印象，好像以前评比过系花什么的。孟瑶笑着说，我肯定对他没啥印象，因为那时候理工科的男生们除了打游戏就是打游戏，我们聊得很多，吐槽了很多，总之跟他聊天很舒服。自从我跟孟瑶吃了一顿饭，这几天上班我跟吃了大补丸似的，整个人倍精神。但精神没多久，2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隔壁女同事说，让我跟孟瑶保持距离。现在关于她的黄谣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好奇地问是什么黄谣？女同事说，有人看见孟瑶跟副总从酒店出来，过了没一会又跟着老总进了酒店。现在的小姑娘真厉害，不怕累坏吗？女同事眼神嫌弃，又流露出一丝羡慕。虽然关于孟瑶的黄谣我多多少少听了一点，但始终难以相信她会是这样的人。徐欢把我叫到办公室里，一脸铁青地问我数据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。我有些奇怪，
说孟主任不是说那张表不用做了吗？我不说还好，我一说徐欢火了，大声呵斥我是听他的还是听那个小娘们的？你把数据表做完是能累死你，公司没有给你发钱，去把数据表做完，错一个数扣1个月的绩效。我傻了眼，回到工位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加班。晚上孟瑶发信息问我是不是还在当詹姆斯·邦德，因为他看见我部门楼层还亮着灯。我没好气地回道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，徐欢让我把表做完留着备用。许久，孟瑶回道，对不起。我看见信息一愣，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了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徐欢身上。等我结束加班后，竟意外地看见孟瑶的剁椒鱼头停在公司楼下，似乎在等着什么人。我犹豫了片刻，还是上前打了声招呼，孟主任还没走啊，在等男朋友啊。孟瑶估计是困了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像一只即将睡着却强撑眼皮的小猫咪。她看见我后露出笑容，没有，在等同事。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车上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。其实，按照我直男的性格，很想问他公司的谣言是不是真的，但挣扎了半天，始终没有说出口。到了我家楼下，我道了声谢后准备上楼，孟瑶却叫住了我，陈杰。我回过头，作为老同学，你应该支持我，他说道。我有些不明白，问支持他什么？他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道，我相信关于我的黄谣会不攻自破的。我愣了，狠狠地对他点点头，我相信你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竟然睡不着了，翻来覆去琢磨孟瑶的话。可能我社会阅历少，也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但我始终相信孟瑶不是那样的人。她能上位，完全是凭借着个人能力，而不是依附在男人身上。突然，我猛地坐了起来，惊呼：卧槽！我该不会是喜欢上孟瑶了吧？在职场，造谣是属于最低廉、最有效的手段。一是成本低，二是很难找到始作俑者，毕竟众口铄金，但同时又是最有效的手段。它属于无限制攻击武器，用好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中午，隔壁工位的女同事又在八卦，说一些孟瑶的谣言。这次我直接急了，也是为了兑现我对孟瑶说的我支持你的承诺。你天天说的跟真的一样，你拿出证据链来呀！我说道。证据链？陈杰，你上班上傻了？大家都知道的事，你可以问啊，谁说了？要不要咱们开个会一一对质？我告诉你，传播谣言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女同事一愣，紧接着大笑起来。陈杰，你是不是得了孟瑶什么好处才这么维护她？她停顿了一下，是不是你也上了孟瑶的床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肯定是喜欢她了，对不对？女同事继续说道。众人大笑起来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，我瞬间说不出话来，脸憋得通红。我可能确实喜欢上孟瑶了，她是那么的聪明，又是那么的优秀，跟她在一起还很舒服。但我又怕别人知道，不是我自卑，而是我不想再让孟瑶身上多一个谣言了。我回到工位，开始思索这个黄谣是谁造的，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个黄谣？可还没有等我思考完，更大的黄谣出现了。这一次是关于我的。谣言就像兔子怀孕，2个子宫交替繁殖，说我跟孟瑶在大学的时候就谈起了恋爱，结果孟瑶嫌我买不起房子，便甩了我。入职后，他跟了副总，但副总太小气，不肯给他多余的钱花。随后又跟了老总，一段时间后，孟瑶又嫌弃老总身体不行，转头又想起了年轻气盛的我。
只要一有时间就开始跟我私会。但更让人恐怖的是，竟然说孟瑶为了给自己谋利，让老总把副总提报上来的优质项目全部砍掉，然后将信息和所有材料交给我，最后由我高价卖给对手公司，总涉及金额高达1000万。现在从黄瑶已经变成了倒卖公司机密的事情上了。总监徐欢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呵斥地问我谣言是真的假的。我说肯定是假的呀，根本就是空穴来风。他一点都不相信，要不是你说的，别人怎么知道你跟孟瑶是大学同学？别人怎么知道你家里买不起房子？我傻了眼，继续极力否认，但他还是不相信，甚至劝我将这个事情认下来，到时候他再跟副总和老总解释，争取保留我的工作。就在我想继续辩解的时候，一个同事急匆匆地闯了进来：“徐总，集团审计来人了。”老总召集所有高中层开会。徐欢奇怪地问：“现在还不是审计的时间，怎么审计突然就来了？”同事说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挺急的。”徐欢皱了皱眉头，用手狠狠指了我一下：“看看你干的好事吧。”我站在徐欢的办公室里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审计突然来袭，公司高层紧急召开会议，而我却被扣上了倒卖公司机密的帽子。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，我甚至来不及反应。回到工位，我心里乱成一团麻。隔壁的女同事又在低声嘀咕着什么，时不时瞥我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嘲讽和幸灾乐祸。我此刻没有心情理会他们，于是用 AI 大模型做了个因果分析。不一会儿， AI 提示我这件事并不简单，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内斗。内斗。我惊讶地看着分析结果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孟瑶发来的消息：“陈杰，审计的事你知道了吗？”我回复：“刚知道，徐欢被叫去开会了。”孟瑶很快回了一句：“事情不对劲，你小心点。”我心里一紧，感觉自己可能猜对了，于是问他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孟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：“晚上见个面吧，还是那家面馆。”晚上，我如约来到那家小巷里的面馆。孟瑶已经坐在那里，她看起来有些疲惫。2碗热气腾腾的面摆在桌子上，我坐下后直接开门见山：“孟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审计为什么会突然来？还有那些谣言。”孟瑶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陈杰，看似是造谣，但这件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现在副总和老总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了，审计只是表面上的动作，真正的目的是集团为了清理内部。”清理内部？我皱起眉头，什么意思？孟瑶看了看四周，确认没人注意我们，才继续说：“副总和老总一直在争夺公司的控制权。副总想通过一些项目架空老总，而老总早就察觉了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其实我只是个棋子，我确实被副总派到老总身边，表面上是为了协助工作，实际上是为了监视老总。”我听后直接愣了，难以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前几天他还说谣言会不攻自破，让我相信他。果然，谣言并非空穴来风，还让我支持他。可现在，就像我心仪已久的女孩子，等我表白的时候，他却告诉我自己早已嫁人。对不起，我之前骗了你。孟瑶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原来他之前对我说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是因为熬夜加班做数据表的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叹了口气，但还是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被卷进来？”孟瑶苦笑了一下：“因为我之前就发现了副总的计划，
他想通过一些非法手段转移公司资产，而老总早就知道了。审计的到来，就是为了借助黄瑶风波彻底查清副总的底细。那我的谣言是怎么回事？我又问。孟瑶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。陈杰，其实你是被利用了。徐欢为了利用老总和副总的矛盾，想除掉副总自己上位，就盯上你了，利用你即将转正的迫切心理，制造混乱，转移注意力。那些谣言，包括你和我的绯闻，都是他散布的。我心里再次一阵发凉，原来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成了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那天晚上，徐欢叫我去办公室谈心，还说自己遇见了难处。原来是这个难处啊！我顿时慌了起来，忙问：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孟瑶沉默了一会儿，告诉我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冷静。审计会查清一切，副总的计划迟早会败露，我要做的就是别被他们抓住把柄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依然忐忑不安。孟瑶看出了我的担忧，主动伸出手拍了拍我的手，她的手细腻而柔软。相信我，老同学是不会骗老同学的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晚上，我回到家后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不断回荡着孟瑶的话，还有徐欢那凶狠的眼神。可我糊涂的是，我竟然忘记问孟瑶到底是哪一方的人了。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平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公司里就炸开了锅。审计组正式进驻，副总和老总的办公室都被封锁了。徐欢一整天都没露面，据说也被叫去问话了。中午，我正准备去吃饭，突然被2个审计组的人叫住了。陈杰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他们的语气冷冰冰的，不容置疑。我心里一沉，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被带到了公司的一间临时会议室，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，气氛显得格外压抑。审计组的2个人坐在我对面，其中一个拿出一份文件，冷冷地开口：陈杰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涉嫌泄露公司机密，并参与非法交易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心跳瞬间加速。虽然孟瑶已经提醒过我，但真正面对这种场面时，我还是感到一阵窒息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说话还是有些结巴。我没有做过这些事，这些谣言是有人故意散布的，目的是为了陷害我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审计组的人对视了一眼，显然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。其中一个人拿出一份打印的文件，推到我面前。这是你和外部公司的邮件往来记录，里面提到了项目数据的交易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拿起文件仔细看了看，心里顿时一沉。这些邮件明显是伪造的，但看起来非常逼真，甚至连我的邮箱地址和电子签名都一模一样。我立刻意识到，这其实是徐欢早就准备好的证据。这些邮件是伪造的。我镇定地说，我要是真倒卖公司机密，也不会通过我常用的邮箱发出去，私下交易恐怕更合适吧。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些邮件，也没有参与过任何非法交易。你们可以查我的电脑和邮箱记录。审计组的人对视了一眼，但没有继续逼问，而是说他们会进一步调查。在这期间，我暂时停职，配合他们的工作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明白，这次不论结果如何，公司肯定会为了规避不良影响把我辞退，说不定还会给各个同行私下发出招聘预警。而就在我下楼后，孟瑶却叫住了我，递给我一份材料。我仔细看完材料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没想到我这脚还没有迈出公司大门，事情就迎来了反转。其实副总和徐欢是一伙的。孟瑶突然说道。我有些不解，既然他们是一伙的，那为什么徐欢还要造谣副总呢？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对，徐欢反水了。孟瑶笑着点头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就能翻盘。我愣住了，没想到孟瑶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底牌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犹豫了一下，再次点头，我相信你。在车里，孟瑶从电脑中调出一份文件，指给我看，这是副总和徐欢的聊天记录。副总授意徐欢跟外部公司签订非法合同，但价格没谈拢，只好编造谣言，转移视线，趁机转移公司资产。我仔细看了看文件，心里一阵震撼，金额竟然高达1000万，和谣言里说的一样。你从哪里弄到这些的？我有些不放心地问。孟瑶笑了笑，别忘了，我可是老总的秘书，老总收集的证据，自然也是我的证据。这些证据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就是为了应对今天这种情况。我感激地看着孟瑶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真的完了。她摇摇头，不用谢我，我们是老同学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证据交给审计组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孟瑶一起找到了审计组的负责人，把证据交了上去，并详细解释了副总和徐欢倒卖公司机密的事。审计组的人显然对这份证据非常重视，立刻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。几天后，公司内部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这次老总亲自宣布了调查结果，副总和徐欢因涉嫌非法交易和挪用公司资产，被正式开除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而我和孟瑶则因为提供了关键证据，被公司表彰为优秀员工和优秀用工个人。老总宣布时意气风发，为公司铲除毒瘤而振奋。而我更振奋的是，有了这个优秀用工个人的称号，等2个月后满3年就能顺利转正，到时候我就能凑够首付，在这座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站在公司楼顶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孟瑶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：陈杰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这场风波让我看清了职场的残酷。孟瑶，我转过头，认真地看着她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被他们毁了。孟瑶笑了笑，眼神温柔，我们是战友，不是吗？而且我早就说过，黄瑶会不攻自破的。我看着她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。也许这场风波并不是坏事，至少它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孟瑶，我鼓起勇气，轻声说：其实孟瑶眨了眨眼，笑着打断了我：陈杰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一切都真正平静下来，我们再好好聊聊，好吗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傻傻地笑了。好，我等你。记得有个老前辈给我说过，职场就像小时候吃的变态糖，当你忍受酸涩，舔完这一层，感受到甜蜜的时候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，没想到还有下层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工位上整理文件，突然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让我立刻去一趟老总办公室。我心里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快步走了过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见老总，像我这样的基层劳务工，恐怕到退休都不一定能见到他。引领我的人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向老总介绍了我。老总正坐在办公桌后，脸色阴沉，孟瑶也在，站在一旁，神情复杂。
我心里一紧，隐隐觉得不妙。陈杰，坐。老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语气冰冷。我坐下后，老总直接开门见山：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我摇摇头。老总冷笑了一声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扔到我面前：你自己看看吧。我拿起文件，心里顿时一沉，上面详细记录了我与外部公司的交易记录，甚至还有几张我和某公司负责人见面的照片。照片上的人虽然不是我，但长相却和我有几分相似。没想到，我以为副总和徐欢是内鬼，你才是真正的蛀虫。老总愤怒地说道。老总，这些是假的，这照片明显是 AI 合成的。我急忙解释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，这些证据一定是伪造的。老总冷冷地看着我，陈杰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副总和徐欢已经被处理了，但公司的损失并没有完全挽回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愣住了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明明我们已经提供了证据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转头看向孟瑶，希望她能帮我解释，但孟瑶却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我心里一凉，突然意识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。老总继续说道：陈杰，公司决定对你停职处理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我已经彻底陷入了被动。离开办公室后，我站在走廊里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孟瑶跟了出来，站在我身后，轻声说：陈杰，对不起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转过身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。孟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孟瑶低下头，声音有些颤抖，眼泪打转。老总早就知道副总和徐欢的计划，他挑拨徐欢和副总的关系，等他们闹翻后，将计就计除掉他们。但他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转移外界的注意力。你和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答应我，只要我配合他，他就会让我升职，并给我一笔丰厚的奖金。我听完，心里一阵刺痛。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。从你那天到我们部门说要什么所谓的数据表，就是为了跟我接触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我真是太天真了。我说，总经办向下面部门要材料，为什么不用邮件通知？而且是你亲自跑一趟。我就说你一个大美女，为什么会主动请我吃饭？我当时真应该撒泡尿，好好照照自己。孟瑶抬起头，眼里满是愧疚。陈杰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没办法，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需要钱，我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，我不能失去这一切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原来我一直以为的战友，现在看来我连敌人都不是，就是一枚棋子而已。孟瑶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差点就喜欢上你了。孟瑶愣住了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但她很快低下头，再次轻声说：陈杰，对不起。哈，对不起，那要警察干什么？我愤怒地说道。晚上，我坐在家里，脑子开始不断回忆整件事的全过程。我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被卷入了这场权力的游戏。就在我思考如何破局，几乎绝望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没有理会，等待对方挂掉。但电话第4次响起时，我接起电话，对方的声音让我瞬间愣住了。陈杰，我是副总的律师，我们想和你谈谈。我握着手机，心里一阵紧张。副总的律师，他不去给副总从轻辩护，为什么会找我？你想谈什么？
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律师的声音很沉稳。陈杰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，老总和孟瑶联手陷害了你，而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。如果你愿意合作，我们可以帮你翻盘。我愣住了，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，副总的律师为什么会找我？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们想要什么？我直接问道。律师笑了笑，很简单，我们希望你出庭作证，证明老总和孟瑶在审计过程中伪造证据，陷害副总和徐欢。只要你愿意合作，我们不仅会帮你洗清嫌疑，还会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。我脑子更糊涂了，副总和徐欢倒卖公司机密的证据不是板上钉钉的吗？现在又何谈陷害一说？对面的律师并没有回答，而是说，或许事情不是你所看见的样子呢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副总的律师提供的是一条出路，但这条路充满了风险，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们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，发现站在门外的是徐欢，他竟然没事，我还以为他被关进去了。陈杰，我们能谈谈吗？徐欢的脸色憔悴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让他进了门。陈杰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徐欢说道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不是吗？你跟副总闹翻了，然后造谣陷害我，现在还想说什么？徐欢摇摇头，陈杰，你错了，我和副总也是被老总利用了，真正倒卖公司机密的是老总，他跟几个股东不和，想把公司搞垮，自己在自立门户，他让副总去做倒卖公司机密的事，副总自然不想背锅，就叫我去做。但我立马反应过来，发现问题的严重性，就跟副总闹翻了。其实老总早就想除掉我们，我看似造谣，也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。只要我把真相以谣言的形式散布出去，他肯定就会害怕并且收手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老总竟然会在谣言上继续造谣，然后借你和孟瑶的手除掉我们。可全盘托出，我却愣住了，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。那你呢？我问徐欢，你为什么要配合他们？徐欢苦笑了一下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老总抓住了我多开住宿发票的把柄，如果我不配合，他就开除我。你知道吗？我爬到总监这个岗位用了整整15年。陈杰，徐欢看着我，语气变得严肃。现在唯一能救我们的就是联手反击。副总的律师已经联系你了吧？我们可以合作，一起揭发老总的阴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徐欢、副总的律师见了面，我们详细讨论了接下来的计划，决定在集团审计组公布最终结果之前主动出击。几天后，公司内部再次紧急召开会议，老总端坐在主席台上，脸色阴沉如水。正当审计组负责人准备公布最终结果之际，我突然站起身，老总，我有话要说。我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中清晰可闻。老总皱了皱眉，陈杰，你不是已经被停职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中掏出由副总律师提供的证据。老总，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您和孟瑶在审计过程中伪造证据，陷害副总和徐欢。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，老总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而孟瑶则低下头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审计组负责人接过证据，仔细审阅后，神色也变得凝重。张总，
这些证据确实需要进一步调查，同时我们会立即向董事会汇报。老总沉默片刻，最终冷冷地宣布会议暂停，审计组重新展开调查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站在走廊上，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有人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陈杰，干得漂亮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但心中并无丝毫喜悦。几天后，审计组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。老总与孟瑶因涉嫌伪造证据及滥用职权，被公司正式开除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副总因未能履行监督职责，任由老总倒卖公司机密，被降职一级。徐欢因虚开住宿发票，被要求补缴多报销的金额，并处以1个月工资的罚款。而我则因在此次事件中表现突出，得以提前转正。1个月后，公司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对于员工而言，只要工资按时发放，便是好领导。老总和孟瑶的离职促使董事会对公司进行了重新洗牌。副总与徐欢并未选择留下，而是离职而去。转正后，我在工作中表现出色，被新上任的副总破格提拔为主管，还拥有了专属的名片。然而，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，副总却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：“陈杰，我已经向总经办推荐你去担任新老总的秘书，可别给我丢脸啊！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